Hello，大家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加拿大的房产市场还是高烧不退。彭博和诺纳斯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每10个加拿大人中就有6个人相信他们所在地区的房价将会在未来6个月内上涨。但是呢，从一些消息当中也可以看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降温政策可能已经呼之欲出了。上周我的视频分享过一个消息，就是最近加拿大6大银行的分析师预计，加拿大央行可能最早于下个月开始减少债券购买。我当时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了加拿大经济可能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刺激政策。昨天呢，看到了进一步的消息，加拿大央行已经宣布放缓量化宽松计划。由于加拿大的经济好转速度快于预期，加拿大央行副行长周二宣布，因为经济已经好转，加拿大央行将结束多项市场支持计划，这意味着经济刺激措施将会逐步退出。随着市场支持措施减少，宽松的信贷政策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他表示，这一过程将是循序渐进、分阶段的，并且在经济复苏良好的情况下，债券的购买量将下降为0。与此同时呢，最近各大银行和金融分析机构都开始讨论加拿大房产市场降温政策。加拿大皇家银行也加入了讨论，他们敦促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房产市场降温政策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选项都放在桌面上以供选择。加拿大皇家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霍格在今天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随着房价与平均收入和经济基本面进一步脱节，即使是以前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指标，现在呢也应该被考虑进来。他表示，很多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的政策环境保证了房产价值将无期限的上涨，政策制定者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在桌面上来讨论，甚至是像主要住宅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样以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都应该拿出来讨论。目前在加拿大，出售一套主要房产是不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的，而资本利得税仅适用于像别墅这样的次要住所。这和美国的制度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一个单身卖房者最多可以享受25万美元的免税额度，一对已婚的夫妇最多可以享受50万美元的免税额度。这可能也是美国炒房没有加拿大这么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疫情爆发之后，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偏远地区，房价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家银行发出了上面的呼吁。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平均房价目前已经超过了100万加元。由于这些高房价的人口负担不起当地的房价，以及疫情爆发后导致更多的人在家办公，像多伦多、温哥华这样的城市都出现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外逃，最终呢推高了郊区和偏远地区的房价。很多郊区的房价上涨甚至大幅度超过了市区的上涨水平。长期的低利率环境进一步加剧了房价上涨的压力。此前呢，加拿大央行一直在暗示，至少在2023年之前，央行的基准利率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以支持加拿大的经济复苏。正是因为史上最低的利率，让很多潜在的购房者有了机会购买越来越多的房产，这使得整个加拿大的房产市场都非常火爆。尽管央行的信贷政策一直都比较宽松，但是呢，随着加拿大5年期债券的收益率飙升至1%以上，而这又是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的基础，这使得抵押贷款利率已经从低点开始反弹。6大银行纷纷上调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皇家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霍格表示，由于利率处于低位支撑房价上涨，决策者应该动用一些手段来解决楼市需求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家庭出现债务压力的迹象，有必要进一步收紧抵押贷款规定。这些政策还应该包括更严格的压力测试，提高最低首付款比例，降低再融资上限等等。他说，在政策的选择上，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世界上没有灵丹妙药，可能所有的选择都有副作用，而且呢，最多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他还表示，决策者必须解决住房供应有限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来增加供应，最终会导致需求进一步升温，这可能会加剧房价问题和家庭债务问题。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年度审计报告中也指出，房价是加拿大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加拿大政府避免税收减免和补贴，因为这将加剧加拿大日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状况。他们还建议去杠杆化，并向投机者征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为，利率恢复正常化会破坏加拿大住房市场的稳定。加拿大央行利用房产来推动经济复苏，这会使加拿大不断飙升的债务和房价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以上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为加拿大房产市场降温的政策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最近的房产市场情况来看，各地新挂牌的房源已经明显增加，这表明害怕错过的心理正在从买家转向卖家。相信卖方市场很快就会过去，买方市场已经离我们不远了，让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